苏兄，喝茶。到了洛阳，中郎将春风得意啊！我是你的私人参军，到处遭人白眼，你又何出此言？故意嘲弄我？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，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。怎么，在洛阳遇到贵人了？贵人许了你似锦的前程，以至于你如此泰然？探鬼查案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这城府和心计，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。这么说，我猜中了，太子殿下也在东都。我说了吗？不用你说。作为太子亲信，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，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，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。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。怎么？不想带我去见？其实，在宠面寺，我见到了公主。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，但今日所见，却截然不同。你在同情她？虽为公主，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，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，我不能同情她吗？土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，但前岁客栈的鬼火还亮着。我苏明必尽全力查案。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，我若轻易放弃此案，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？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？前番南下，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。社稷即天下人，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，故为了社稷，我苏明当有所作为。公主就在宠面寺，你应该去看看她，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。借问老伯，这里原来不是仲宁寺吗？现在怎么变成宠面寺了？啊，前2年改的，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呢。公主？是啊，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，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，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。如今这里啊，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。啊，多谢老伯。哎。杨继，杨继，杨继，啊，回来吃饭了。来了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小师傅，好，孩子们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借问小师傅，
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？他们都是活菩萨密寺里收留的，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。这样的学堂，崇念寺有10几间呢。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，个个有学问。活菩萨就是公主呀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施主，活菩萨好。快去玩吧。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？有360余位了。告诉下面的僧人，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，都不要拒绝。凡大唐的孩子，我都管。是。他怎么跑了？不让我抱。他一定是恨我。公主，您收留了他，他怎么会恨您呢？想必定是年岁太小，怕生人而已。不是，他一定是恨我，不肯原谅我。去哪儿？你说呢？当然是去探案了。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？但愿此番前去，能有新的发现。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？我们就凭你一个人，就能引出青铜厉鬼？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当然了，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。而已？嗯，好吧，我是你的属下，随你怎么说都行。哎，你跟那个胡14娘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说我是驱鬼师，从南边来的，应邀到东都捉鬼。好，就以这个身份，我们回去降魔捉鬼。又是你们，看把我男人吓的。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4人诈尸，厉鬼缠身，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，客人全都给吓跑了，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。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，得赔。你看，还讹上咱们了。今天要是不赔，就别想走。关门！本不想再来，正准备出城去长安，经过你这家客栈，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。想起那晚所遇，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。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2人协助除鬼，盛情难却，我们才来的。你倒要讹钱，合适吗？我家主人说的没错。就你也能捉鬼？你们男人的嘴呀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男人的嘴啊，骗人的鬼。他都知道，尤其呀，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，没一句实话。哎，别看了，
等一下被勾了魂儿去了。滚！住手！你什么个头？他什么个头？你要是杀了他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本欲帮着你这电捉鬼，却不识好人心。我们走了。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，我胡十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。楼上最好的客房，二位随便住，随便吃，好吃好喝，好伺候。主人，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，我都饿了。也好，哎，不过楼上的就算了，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，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，阴气够重，容易捉到鬼。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带太多钱物。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？哦，还有那个青铜厉鬼，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，如此兴师动众，受何人指使呢？是啊，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，也无金银，让我做神，除非是认错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何人？我。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，捉着鬼了吗？捉鬼还用掘地三尺？鬼不就在我面前吗？我呸！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？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，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。呀，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啦？哎，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，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，你是在他身边啊，还是在长安宫里啊？我怎么会在长安？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。你刚才在考我，我这张脸还能看吧？其实啊，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。他不光容貌俊美，皮肤可是吹弹可破。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，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，而是给他自己用。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甜梨水，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了，尝尝。前隋客栈，前隋客栈，不可思议。今晚若真有物来袭，那一定是隋朝的鬼。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？
必来。为何？因为有人要杀你，上次失败了，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夜深了，当然是睡觉了。不捉鬼了？捉鬼是你的事儿，我就不给你添乱了。不许睡！你说，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？我怎么看也不像啊。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，莫非是真的？这人面花呀，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，也许他还真没撒谎。不过一个100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，这我是不信的。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，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。谁啊？灯熄了，酒都不喝了。有酒喝？最好的酒，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。有这等好事？告诉他，备好酒好菜，这就来。好。龙凌风，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，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？高大许多。那跟幽离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？还略高大些。这世间本无鬼，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。怎么，不敢喝呀？我是真不敢喝。哼，这么好的酒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。来，你我共饮，不负良宵。盛情难却，干了。那年初到洛阳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。炀帝狩猎大获而归，高兴极了，让我们陪他喝酒。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。怎么，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？你当然不配了，但是为了他，我却愿意。如此，多谢了。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，这个胡十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！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？就是100多岁，老了些。坏了，这酒不是酒，我没喝酒。
野头玉。别弹了！怎么，我弹的不好吗？哎呀，我弹的真是不好，都把鬼招来了。好俊的身手，我为你助兴如何？朱令风，不是酒的事儿，是他的琵琶曲。现在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了，晚了。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？留在这儿吧。朱令风，从后门逃出去，这样你就听不见他的破琵琶了。我看你往哪儿躲！听说你是隋朝人，100多岁的老妖婆，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？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听他，退后，待我降他。别听乱！怎么，不相信我？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。退后！恶贼，竟敢暗算我！暗算也是跟你学的。你放心，瞎不了。好了，不要与他纠缠，看我的！让他尝尝我废技师的烤鸡生火油！
喂，摸什么？你的腿可还在呢，小爷的刀可没开刃，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。又被你猜中了。青铜厉鬼出现之际，这2个人就不在客栈里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断定无疑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哎呀，行了，喝酒去。等等，你说，那么大个身形，不会是2个人吧？2个人？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，就连胡14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。你是说壮汉和侏儒？哎，不过对付童家，我已经想到了办法。到时有我徒儿薛环，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。你这从钱绥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，都100多岁了，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。要不你跟我得了，我不嫌你老。滚开！臭叫花子，竟敢调戏本妃！好大的口气！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，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。贵妃、淑妃、德妃是为3夫人。请问你是哪一位啊？说呀。那顺仪、顺容、顺华，修仪、修容、修华，充仪、充容、充华，这9嫔，你又是哪一位啊？说啊。都不是啊。那另有婕妤12人，美人、才人各15人，宝林24人，才女37人。胡14娘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说呀，还敢自称本妃？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。不许侮辱我天子！住口！你生于大唐，长于大唐，却认前朝昏君为天子，是何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问你，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？如实招来。那是他娘。哦，我明白了。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，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。她落网之际，有一个帮凶逃脱了，应该就是你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当年不是故意漏掉的，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，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，做起恶来。哎，苏无名，刚才费技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，现在又出了个娘，这怎么回事？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，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。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。此宫女慧武，一心想为炀帝复仇，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，她就转恨于我大唐。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，又怎会给他机会呢？那宫女不死心，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。
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，继续图谋不轨。胡十四娘，传到你这儿，起码应该是第5代了吧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还废什么话？杀了我吧！传到你这一代，想刺杀天子，怕是痴心妄想。于是你就驯养了这2个手下，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，以此来图财害命，是也不是？先生，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。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。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？你2次刺杀于他，是不是受人所雇？何人所雇啊？说！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？竟然值这个价钱！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，时长之后再加2倍。他说了，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，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，让我等取了他性命。一主一仆。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？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，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。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。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，中了迷香，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。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？区丈夫香能奈我何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？不就是西域豹皇为主，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我告诉他的。你不会说，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前随宫中带出来的吧？哎，即便当年有，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，肯定也失效了。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，可豹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。所谓查禁之物，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。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。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？上膳房药圣汤。樱桃，将其押回长史府，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。明白。新营在。这2个人先交给你，押入牢狱，听候发落。是。陆凌风，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？大将军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先进屋。陆凌风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快起来。殿下，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？虚虚实实，本为谋之道也。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，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。殿下，当时我得到消息，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。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，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。陆凌风，我虽为太子，
但力量单薄，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卢凌风愚钝，一直错怪了殿下。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你。大将军，你看，这就是我欣赏卢凌风的原因，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。快起来！你与苏无名南下，有何收获啊？此番南下，涉足偏远，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，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，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无比的善良与坚韧。殿下，长安、洛阳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，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。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，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。恕卢凌风直言，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，不能富足生活，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。说得好。他日我若顺利登基，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，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。可我还是没想明白，偌大的洛阳，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？这个问题，我也问过殿下。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，便想住进来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。可大将军说，此客栈怪异，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。是的，殿下。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，那女店主的身份更是不明。歹人行刺的是卢将军，而未针对殿下，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。但此殿的确不安全，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。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。我当时就想，即便是你卢凌风的命值钱，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。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，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，所以胡氏四娘是认错了人。卢凌风，此番公主遭难，我看你对探破此案、拿到解药并不上心。说句冒犯的话，不会是东宫授意的吧？苏无名，你可以小看我，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留在这里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，而是……太子殿下，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，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，回到天子的身边。不行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，姑姑现在危在旦夕，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，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。你不用劝我了，我意已决。虽不能名正言顺地督苏无名查案，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。陆童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。可此时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，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无名，让他暗自放弃查案。殿下，成大事者将心无旁骛，一往直前。如今公主在宠念寺闭门不出，我听苏无名说，她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，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。殿下，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！公主已携风关授苏无名，命他尽快破案，找到解药。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，所以，殿下，你赢了。顺利登基固然好，
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，则非我之所愿。陆凌风，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，全力助他探破此案。苏无名，这样的太子，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？太子能有如此胸怀，真乃我大唐之幸啊！悠悠风波起，惊觉寒夜里，拂迷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去风鸣。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在心里，出命运。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念，怨为心。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，高为远求。为正义，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。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重拾这正义，纵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